今晚月色可真美啊！确实很美。要是能再有一坛美酒，那就十全十美了。将军忘了吗？我可是开酒庄的，怎么会没有酒呢？等我。来，谢谢将军今日陪我演戏，帮我解决了麻烦。将军，我敬你。来，好酒啊！这酒是我为新店开张特意筹备的酒，今日拿来给将军品鉴，将军觉得如何？这酒庄的生意之后绝对会好。只是这酒怎么了？这酒韵味十足，不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回味悠长的佳酿。沈小姐可知道，甘露堂曾有一款酒，叫月下逢。怎么了？这月下逢是好酒，也让我很是难忘。今日真是酒逢知己啊！将军，我敬你。来，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怎么突然想着要开酒庄，而且还要开在甘露堂的对面？这罗家人对我栽赃陷害，险些要了我的命，还让沈家身陷险境，我怎么能任由他们欺负呢？我必须以牙还牙，让他们付出代价。将军有所不知，我从小就喜爱酿酒，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打败他。当然了，堂堂的镇守大将军肯定瞧不起我这种睚眦必报的行为吧？那倒不会。在战场上，我对待敌人从来不会手下留情。对于那些为非作歹之人，就一定要还以颜色。来，这杯我敬你，祝你旗开得胜，百事从欢。那我也祝将军百战百胜，万事顺遂。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饮酒了，尤其是与女子这般怅然对饮，还是第一次。或许这就是你说的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吧。将军，我呢只是随便说的，为了糊弄宋大娘。不过这已经是我第2次陪你一起演戏了。第1次的时候，我还待你无情于意，这次就痴情一片了。本将军还真是挺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之前与将军联手抗匪共患难，而今日将军得了一壶好酒，可以赏明月，也不算亏啊。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本将军喝酒做事，从来不问亏不亏，就只有情愿和不情愿。小挂件，慢走啊！看看。
账上只有这些钱。禀二小姐，酒曲前阵子坏了一批，二老爷买米又被劫了，甘露堂断了几笔大买卖，这接二连三的损失啊，再加上修缮那个被大火烧毁的祠堂，早就入不敷出了。这账上现在剩的这点银子，还是我们东拼西凑凑来的。二小姐，你要是再不想想办法，这甘露堂怕是支撑不住了呀。你去，把账上的银票悉数提出，给我换成金元宝。什么？照我说的做。我自有办法让罗家渡过难关。半个月内，我一定要让甘露堂起死回生。哦，是。对面还没停工吗？许是那宋大娘还没唬住他们。他一个外行，想跟我抢生意就是送死。眼下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姑且不管他。妙神医将丹青当年中毒的诊断书送去了京城做比对调查，果然发现了线索。那可太好了。丹青当年中的毒叫血檀花，毒入带着线索去找他，或许他不会拒绝你。绿竹姑娘，干嘛呢？天昊小将军，最近天气干燥，我特意给将军做了酸梅汤败败火。将军最近吃馅儿吃多了啊，胃里反酸，喝不了酸梅汤。不如给我喝吧。我还给将军做了其他的呢。什么？给我看看。这酸梅汤就不必了，以后本将军的事，就不劳烦绿竹姑娘费心。我就说嘛，绿竹姑娘，将军正在里面和客人聊天，你这么往里闯不太合适。奴家也不是有意要打扰的。将军，您不是想要棋子酥的配方吗？这次我带来了，如果您还想吃的话，现在奴家就去做。不必了。将军，说了你不听。给你吧。刚才要你不给，现在给。将军，这是绿竹用信鸽传的纸条。这绿竹虽然看起来心机不深，但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小心他扮猪吃虎。另外，怡亲王的目的恐怕是让咱们轻视他，久而久之也就不再对他设防了。将军放心，我会时刻盯着他。去吧。龙儿小姐这次请本会长来，有何贵干呢？我想借夏会长在聊城酒商会的威望，助我甘露堂一臂之力。哦，这甘露堂是要开分号了吗？若想让我为你撑个场子，也不算什么难事啊。不瞒会长，我最近寻得一处适合酿酒的神奇泉眼，用这泉水酿出的酒格外的甜美醉人。只是，若家家都用这神泉水酿酒，神泉水便泯然众人矣。那依贤侄女之意，该当如何？让我罗家甘露堂独享这神泉水。这恐怕不合适吧？按我们聊城酒商会的规矩，凡是谁找到了酿酒的水源，都要共享的呀。我自然是知道这规矩，所以才想请会长帮忙成全。这里呢，是晚辈给您准备的一点心意，希望会长喜欢。
当然，这还只是前菜。若我甘露堂得到独享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佳肴为您奉上。而且，我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您只需要推波助澜即可，不会给您徒增烦恼的。可保万无一失。到时您只需要……二小姐啊，按您这图纸做龙头是没问题，只是这部分啊，没有什么用啊，还费许多精料，太不值当了。您看，实在不行，还是用我们的图纸吧。不行，必须用我的图纸打造，不许有丝毫的差错。我自有我的道理。好吧。小姐，小姐，你听说了吗？各家酒商都收到了夏会长的帖子，说是7日后要举办酒神祭祀仪式。这仪式每年都举办，今年不一样。听说罗雪儿发现了一处山泉水，她还出资修缮了泉眼。夏会长说要通过酒神祭祀仪式，用天域选拔出最具有神泉水使用资格的人。天域选拔，这是干嘛？而且这个选拔仪式的地点居然选在了罗家祖坟附近。如今罗家生意不复往日，他为何还要在紫乐山好事的修缮泉眼呢？罗雪儿她从来不做亏本生意，她的每一笔投入都一定是算计好的。小姐的意思是，她另有目的。水仙，你让林彪师弟好的，我倒要看看他搞什么名堂。是。沈小姐，请。将军，沈小姐来了。沈小姐这么晚过来，有事找我？将军，明日可以陪我去个地方吗？明日？所以现在沈小姐是在约会我吗？随将军怎么理解都可以。所以您是答应了吗？明日我确实好像没什么事。好，一言为定。那明日辰时，罗家祖坟见。祖坟？这约会地点还挺别致。今天是1年1度祭酒神的大日子，也是我们聊城酒商会最重要的日子。我将和罗家甘露堂罗二小姐，也就是酒神泉的发现者，共同揭幕酒神泉的真身。你约我来就为了看这个呀？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戏啊！我保证，将军一定不会白来。神泉呢？既然酒神泉的被发现是机缘天赐，那么我相信泉眼的使用权，上天自有安排。现在我们祈求酒神降下天谕，来决定泉眼的归属。天谕的选择办法就是黄金水龙头涂水到黄标纸上，黄标纸将会显出字迹，字迹上写着哪家酒庄的名号，哪家酒庄就是天谕之选，获得使用酒神泉无限酿酒至高权利。天谕之选还真是一出好戏啊！不如我们也来猜猜看，会有哪家酒庄显出名号？我倒觉得，无论花落谁家，倒不如让这神泉惠及整个聊城酒庄，
这才是真正的惠民良策。丹青酒庄，怎么可能？丹青酒庄是？没听说过呀，好像是沈家镖局的大小姐沈丹青。果真是有趣。沈家镖局也掺和酒呀，还得了天誉啊！如夏会长所言，这黄表纸上显示出字迹，便是天意。那我丹青酒庄便是这神泉天选的使用者。是你丹青，是你动了手脚。雪儿小姐，你这就是血口喷人了吧？我只是听闻商会的盛况前来一观，况且我一直站在台下面，怎么可能分身去动手脚呢？这一点，一直站在我身边的徐将军可以为我作证。的确如此，沈小姐一直站在我身边，众人皆可作证。你一向奸诈，谁知道是不是你提前做了手脚？这选拔方法是今日你们当场宣布的，我怎么会提前做手脚呢？雪儿小姐说的如此笃定，难道这一切不是天意，而是在做戏？当然是天意，你不要信口开河。若雪儿小姐不服气的话，可以再换一张黄表纸试一下，我不介意的。看来他是识破了我设计的机关，再试几次都没用，得想别的法子。各位民见，我并非有意阻挠，丹青酒庄根本就不是酒商会的成员，而神泉的使用权是在商会的会员里选出来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所以今天的仪式结果理应作废，择期再办仪式，方为稳妥。请夏会长宣布择期再办。好。徐将军，您有何指示？哎，我也只是前来观礼，酒商会的事无需问我的意见。啊，好。夏会长，这商会成员今日难得聚在一起，不如就大家现场投票来决定丹青酒庄能不能成为商会的成员。天誉在此，希望大家给我们丹青酒庄一个机会。对呀，这毕竟是天誉的事，若推翻，会惹怒了上天啊！是啊，这要是惹了天幕，是这么回事。大家静一静，听我一言。丹青酒庄只是尚未开业的新店，而沈丹青更是从未踏足过酒行的外行人。如果让他得到神泉的使用权，不受我们酒行业的规矩约束，恐怕是会招来祸端的。没错。他又不是咱们商会成员，总不能让他得了这个好处吧？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我开酒庄也是因为我爱酒，并不想跃居他人之上，更不想跟各位争夺名利。我也认为这酒行商会不是一个互相倾轧的地方，而是一个团结一致、酿出好酒的地方。若大家同意丹青酒庄成为商会成员的话，我愿意将我的使用权分给大家。若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举手表决。既如此，那我赞同。我也赞同，我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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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我也同意，一切遵照天谕。我同意，丹青酒庄加入酒商会。雪儿小姐，你可有异议啊？如你所愿。夏会长，请吧。我宣布，丹青酒庄正式加入聊城酒商会。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也非常期待与诸位携手，让聊城的美酒真正的飘香万里，誉满天下。
好，说得好。将军，这杯酒我敬你，谢谢将军对我的信任，在祭祀典礼上看破不说破，为我们聊城酒商谋得福祉。你肯将这神泉水贡献给所有商户，我没信错人。来，将军不怪我仗势而为啊！我知你约我同去，不是为了靠我的身份来为自己谋得私利，而是为了让那些弄虚作假之人投鼠忌器，不敢妄为。我没说错吧？不过有一事我还是很好奇，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把这块烧碱放到龙头的暗格里，我要你确保，打开龙头时，水会从烧碱的暗格中流出。二小姐，这是何意啊？我不明白啊。你不用明白，照我说的做。可是，如果你还想要后面的钱，就管好你的嘴。这件事情做好了，重重有赏；若是做不好，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是。原来是因为烧碱啊，所以让这黄标纸显影的关键原来在这里。没错，罗雪儿差人买了姜黄和黄表纸，我便猜到他们要耍什么把戏。姜黄是做什么的？提前用姜黄水在黄表纸上写下字，等干了，这字迹便会消失不见。等仪式开始，龙头吐出碱水，因碱水与姜黄的作用，这纸上就会显现出字迹，这便是所谓的天谕了。所以你便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地找人换掉了罗雪儿事先准备好的印有甘露堂字样的黄标纸。果然是胆大心细啊！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雕虫小技，但深得我心。今天还是多谢将军的帮忙，丹青铭记在心。跟我不必这么客气。不过你这么爱算计，我想你的酒庄应该是不会亏本了。沈小姐真是厉害，把将军的心思算得明明白白，还能讨到表扬。能不能教教我啊？我也少挨点骂。我怎么敢算计将军呢？我跟将军是心有灵犀的吧？那我还算是你的克星吗？那日我与将军月下对饮，我以为我们都已经冰释前嫌了，怎么将军还是记起仇来了？倒是我的不是了。好，那我自罚一杯。快吃饭吧。感谢大家的捧场，希望丹青酒庄酿出的酒，无论是高朋满座还是家人团聚，都能让大家畅饮无忧。今日酒庄开业，大家尽管开杯畅饮，所有账算我的，请各位多多对社美支持。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你，这是我从莲叶上收集回来的露水，应该能酿出无比甘甜的酒。我不太懂酒，但希望这个礼物你能喜欢。谢谢哥。丹青酒庄开业，我甘露堂作为酒行前辈，怎么也是要来庆贺一下的。庆贺是要发自内心的，若虚情假意，那就不必了。虚情假意的可不是我，你请的这些酒行座上宾，你当是来给你捧场的，只是提前来看你这个门外汉的笑话罢了。二小姐，今日我们酒庄开业，你择一个白花送，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还是你担心我们的生意会比你好，所以你气急败坏了？沈少主当真是宠爱妹妹啊！你让她一个外行来跟我罗家打擂台，不怕家底都输掉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说的吧，罗家的关系全在酒行，人家说话带底气。哎，大家让一让。这有什么？沈少主、沈小姐，将军知晓酒庄今日开业，因公无法现身，特命我为沈小姐备上贺礼。有劳将军了，还请沈小姐笑纳。哎呦，徐将军给送贺礼，这沈家也厉害啊，够厉害呀！
白酒，仙女引尊醉广寒。厨下烹鲜，门庭城市开华宴。好。生了气了。沈小姐，将军，你怎么来了？快坐。我专门来给你送贺礼的。棋子酥。好吃，跟我小时候的味道一样。今日这嘴像是抹了蜜般。这棋子酥啊，我刚刚学会，只能说是勉强入口，不算难吃，怎么能跟你小时候的相提并论呢？味道确实不一样，可这毕竟是将军亲手做的，意义不同。还给你配了卤梅水。这卤梅水也是你亲手做的？能做出来那几块像样的棋子酥已是不易了。不过，这冰是我寻来的，亲自凿成的冰碗。那，尝尝。将军来晚，难道是因为要亲手做这些？这些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你怎么不喝啊？本将军亲手为你做的，多喝点。沈少主，您怎么来了？我派镖师到这儿，给启儿送一些吃食，正好经过这儿，想问一下你，调查怎么样了？华纯散和雪昙花，分别是来自唐门和五毒教两个不同的独立门派。这两个门派在很久以前有一个逃亡弟子去了西域，他的后人会使用这两派的用毒技能。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将线索定在这个逃亡西域的弟子身上，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当年毒害丹青的凶手。少主所言极是，老身还在调查，一旦有新的线索，我会立即知会于您。此事不仅与丹青中毒有关，恐怕背后还有更深的利害关系。事关重大，你务必要多加小心。姑娘，您来买酒啊？您是我们丹青酒庄今日第一位客人，可享优惠。我不买酒。绿竹姑娘来了，这不买酒来酒庄干嘛呀？相看人。看何人啊？相看你，沈丹青。看我？相看明白了吗？给。我劝你少在将军面前耍狐媚功夫，别以为将军亲手为你做了棋子酥，你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要知道，我才是离将军最近的女人，是将军最贴身的女人。是，你最贴身了。我上次去将军府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只是这光贴身有什么用呢？要贴心。只有贴心了，将军才会垂青于你，否则的话就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你别太得意，言语如此粗俗，将军一定会知道你的真面目的。哎呦，我上次泼了将军一身的热茶，那如此看来更是粗俗啊。奈何将军不在意呢？我开门做生意，来者便是客。这壶上好的竹叶青蒿糯米酒有补气养血之功效，这酒我就送给你，给姑娘你补气，败火。
也当是给小店开个张喽。谁要你的臭脚？白给的，不要是傻子。那是，绿竹姑娘怎么能是傻子呢？你别太得意，来日方长。请吧。绿竹最近在密信中提到沈家小姐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言语之间带些醋意。我看她只顾着跟别的女人争风吃醋了，根本就忘了任务。哼。原以为徐成风在沈家酒庄开业时，是因为他与沈自山是旧相识。如此看来，也不尽然。王爷的意思是，绿竹虽然蠢笨，但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既然她在密信中提及了沈丹青，证明沈丹青在徐成风的心目中分量不一般呢。沈家兄妹是丢镖案的关键人物，徐成风与之交往过密。或许是为了求得情报，也未可知。王爷，徐成风无坚不摧，不如我们从沈家下手，得以突破。没错，派人盯紧沈家的行动。是。哟，今儿抢到蔷薇露了？是啊，连着来了2次都没抢到，这次可算是抢到了。听说这酒是用神泉水酿的，味道好，不烈不辣。是，喝完了呀，这嘴里边流的都是清香味。那晚上回去我可得好好尝尝。行，我赶紧买酒去了啊。说，二小姐，自从丹青酒庄开业以来，咱可没卖出去多少酒啊，这半个月都亏了不少银子了。我还真是小瞧你了，还真有些本事。哎，干！蔷薇露啊，果真不一般啊！对呀。上次我买2瓶啊，回去喝了之后，到现在难忘。哎呦，这位公子，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肚子疼。哎呀，快来人呐！快！肚子太疼。公子哪里不舒服？我可以帮你叫大夫。刚喝了这个蔷薇露，忽然腹中绞痛，这酒有问题。其他顾客喝了酒都没事，公子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话。我早上什么都没吃，就喝了这个酒，肯定是这酒有问题。这酒不能喝了呀！哎，你们看，这酒喝了要出问题的，我们得退货。各位安静。小姐，什么情况？这位公子说喝了咱们的酒，肚子不舒服，想要退货。对，退货！各位，我是丹青酒庄老板，我向大家承诺，对酒品有任何不满，随时退货。大家稍安勿躁，一个个来。哎呀，疼啊！请不要声音了。是。这位公子的脉象并无异常。果然是装的。这疼得这么厉害，您还是得好好给他看看。哦。这是做啥？扎针治疗啊！公子腹痛难当，定是肠道有异物阻塞。我用这银针穿刺植入肠道，封阻异物，再用小刀放血，让异物流出。公子切莫阻拦，若不及时治疗，恐有性命之忧啊！前辈，我现在感觉没那么疼了。哎，没事了，
没事，要治公子可不能讳疾忌医啊，万一日后再犯呢？快躺下！要及让大时夫好好给您治一下。没问题，我其实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开玩笑？这怎么能开玩笑呢？不，酒没问题，酒没问题。让一下。各位也看到了，这位公子定是受人指使过来捣乱，酒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各位，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打扰大家了。看来是有人搞鬼，是不是罗家？除了他还能有谁呢？看来罗雪儿是狗急跳墙了。我们要打起精神来，他后面怕是还有动作。是。小的如您吩咐，前去丹青酒庄闹事，可那沈丹青十分狡猾可恶，竟强行扎针，我也是没办法呀，所以今后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滚！谢二小姐，谢二小姐。二小姐，办事的时候没有暴露身份吧？二小姐放心，我带着胡子，趁着混乱混在其中，应该没人注意到我。您看，这就是蔷薇露的酿酒秘方。二小姐真是英明啊！丹青酒庄的人绝对想不到，咱们根本就不是想去碰瓷，就是冲着这秘方去的。我照您的吩咐啊，趁那个公子在捣乱的时候，我制造混乱，让场面不可控制。这样，他们后院的那些镖师就不得不到前面去维持秩序。我再趁机去找这个秘方。我记得二小姐说过，他们丹青酒庄的酿酒师全都是镖师壮汉，技术不熟。他们一定会在仓库里面留存纸质的秘方。正巧，装着秘方那箱子露出一个角，我发现了其中关窍，这才得了手。办得不错，多谢二小姐。吩咐下去，照着这个方子，让甘露堂的师傅抓紧试一试。是。二小姐，怎么样？这就是根据秘方酿出来的酒，您尝尝。甘露堂的师傅们尝过了吗？都尝过了，都说味道没有问题，可以投入生产了。好，让师傅们连夜赶工，能产多少产多少。这次我一定要击垮沈丹青。是。新品，小姐，这玫瑰是不是就是蔷薇啊？林镖师，去买一坛过来尝尝，我倒要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是。闻着跟我们蔷薇露好像啊。这不就是我们的蔷薇露吗？他们是怎么知道如何酿造的？看来前几日来我们店里闹事，这醉翁之意就在酒。小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少主出去走镖了，要现在叫他回来吗？不可，这堂镖是我们的老主顾，哥哥很是看重，不可打扰他。那我们要赶紧想出个对策来才是。
月晕而风，楚润而雨。这如今积时湿润，想来大雨将至了。小姐，好几天没出货了，不然咱们也降价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否则咱们连这个月都撑不下去了。若我们把价格压得比甘露堂低的话，那卖的越多，赔的就越多。我已经给哥哥传了信，请他在回程路上帮忙联络外县的几个大主顾，希望这远水能解解近渴吧。对了，小姐，存酒用的油布都破了洞，咱们还买新的吗？是啊，马上梅雨季节了，这蔷薇露最害怕潮湿，保存不当很容易变质。这雨伞和雨衣都是油布做的，先扯下来应一下急。是。谢谢将军，你怎么来了？新酒可酿好了。这边都是我们酿好的新酒，其中这蔷薇露呢卖的最为畅销。这旁边的醉生梦死呢是由孟冬花酿造，入口甘甜却极容易喝醉，所以得了此名。醉生梦死。好酒啊！哎，将军，你今天该不会是专门来蹭酒的吧？怎么，舍不得啊？那当然不是，只是这酒过烈，若你再喝下去的话，恐怕真的要醉生梦死了。我把沈小姐当成是知己，自然想与你把酒言欢，醉生梦死一番。佳节将至，需200斤酒犒劳一下将军府的卫兵。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蔷薇露。将军应该知道，对面甘露堂出了一款跟蔷薇露口感一模一样的酒，价格便宜2成。我听说了。不过我更愿意相信你的人品和能力，自然来你这买。若将军来我这儿买酒的话，外面的人定要风言风语，说你中了我的魅惑伎俩，宁愿高价买丹青酒庄的酒，也不愿意去买那便宜的玫瑰醉。我徐承风向来只做我认为对的事，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过若是沈小姐在意那些流言，那我们另当别论。我当然不在意，我只是担心。那就这么说定了，蔷薇露，还麻烦沈小姐帮我装车。谢将军，这份心意丹青收下了。那我去帮将军准备。好。将军，将军您慢走。田浩，装好了吗？没问题。不过方才搬酒的时候，发现一坛用红布封住的酒，说是多送的。沈小姐真是不让将军吃亏。据说这蔷薇露口味清甜，且不易喝醉，还有一股花香。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尝了。没事吧，将军？你刚刚说口味清甜啊？难不成是沈小姐拿错了？程风，这坛不是蔷薇露。只这一坛，应该是专门酿的。此酒借了将军的名字，估计是沈小姐觉得将军你总爱吓唬人，又爱强人所难，所以才将这烈酒命了和将军你一样的人。天浩，你再说一次。这酒借了将军的名，定是沈小姐觉得将军你如这烈酒一般，不同凡响。原来多送的酒，是你专门为我酿造的。
将军，这酒好歹也是沈小姐的一片心意，您就算觉得不好喝，也……乘风酒啊，果然不同凡响。将军，你没事吧？这酒这么上头吗？我也试试。哎，这坛酒是我的，车上的随便挑。回府，快走。哎，将军啊，将军。哎呀，走吧。到时候会把这20坛酒送到您的府上。好，一定要准时送到啊！您放心，一定啊。这边结账。怎么样，二小姐？您看，咱这几日卖的酒，都抵得上过去门店正常营业1个月赚的利润了。多亏了这秘方啊，咱的玫瑰醉跟那丹青酒庄的蔷薇露味道一样，价格却低2成。那大家当然来我们这儿买了。还有好多老主啊，怕我们价格哪天上涨了，就特意多买了些酒存起来了。丹青酒庄这2天有动静吗？按您的吩咐，特意找人盯着呢，每天也来不了1个人。哦，不过那个徐将军倒是去买了些酒，不过这杯水车薪罢了。又是这个徐成风，他沈丹青倒是会找帮手。他一个人也没法力挽狂澜，我看他们就是死撑而已，宁愿卖了酿酒的原料，还死扛着不降价。沈丹青是聪明人，他知道一旦跟我打价格战，丹青酒庄定要赔本。就算他不知道哪弄的方子得意了一阵，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摸清酒行的门道。表面死撑，实际上早就怕得心急如焚了吧？还是二小姐英明，也不可掉以轻心。沈丹青狡猾，得亲眼见到他无计可施才行。走，瞧瞧去。哎，好。我已经算过了，若哥哥能谈妥临县的生意的话，我们就能出掉1半的库存，就可以还上之前购买原料的账。但原料和酒曲若不尽快酿制使用，时间久了就不能用了。小姐，到时怎么办呀？酒曲和原料不如卖给我吧，我罗家的货供不应求，正愁酒曲原料不够用呢。你们来干嘛？沈小姐还有账可算呢。哦，明白了，是在算损失的成本吧？大白天的空无一人，萧条至此，真是惨呢。沈小姐别生气嘛，我今天来可是专程想要帮你的。你少冒灰耗子了，偷了我家小姐的酿酒秘方，如今还敢厚着脸皮跑来大放厥词。罗家的叛徒啊！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话，小心我送你上官府哦。沈小姐，如我方才所讲，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要来帮你的。你呢，若是同意，我就不计前嫌的给你指条明路。甘露堂出钱收了丹青酒庄，我呢聘请沈小姐做我店里的卖酒女，怎么样？好啊。二小姐，你好大的胆子！沈小姐当真是输不起，连体面都不顾。体面？在府衙监狱里你放毒蜘蛛杀我，怎么这事儿忘了？你跟我说体面，你是戏没演够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论做戏，我似乎比不过沈小姐你吧？你在监狱的时候不是中毒快死了吗？怎么一转眼又要挟狱卒送信，让徐将军把你捞出来？祭祀仪式上，你不也是做了场大戏，抢了我的泉水吗？我劝你省省吧，少在这里装作一副心胸坦荡的正派样子。罢了，既然你不愿与我甘露堂做生意，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吧。你是想再被打一巴掌？给我滚！沈丹青，就算你有徐将军的帮衬，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你斗不过我的。等
就沦落街头当卖酒女吧。沈丹青，你竟然敢打我！看来真是无计可施了，你都沉不住气了。这一巴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来福，去跟夏会长打个招呼，让他跟聊城的酒商们通个气，谁都不准买沈丹青的酒取原料，我要让他血本无归。是。我说了多少遍了，我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再喝了。二小姐说了，将军正在盯着夫人的案子呢。您要是现在回去，恐怕会被抓进大狱，很危险呀。你用这样的事情骗了我几次了？明天就是娘的生辰，我一定要回去。我这次不会再听你的了，给我备马。哎，小姐，您还是好好待着吧。你反了！二小姐吩咐了，要您待在庄园里好生休养。您要是好好听话，那就相安无事；您要是不听话，四处乱跑，出了什么事情，那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什么意思啊？你干嘛？罗雪儿，原来你就是假借养病的名义把我关在这里了！干嘛？罗雪儿，干嘛？丹青，我回来了。大小姐，大小姐，去休息吧。是。哥，押拜还顺利吗？顺利，没出什么问题。那哥，我让你帮忙找的主顾怎么样？孟员外是我们沈家镖局的老主顾了，对我们很信任，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了。这样的好消息，要跟人分享才是。二小姐，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丹青酒庄接了大单子。什么？临县的孟员外老祖过寿辰，孟员外为表孝心，要给他办流水筵席，但是他用了丹青酒庄的蔷薇露做寿酒。眼下丹青酒庄正大量购买酒曲原料呢。由此说来，沈丹青凭借这一单，便有了喘息之机。哪儿止啊！要是这单生意做成了，那以后跟孟员外家来往之人的府上用酒，那不都是丹青酒庄的了吗？那蔷薇露就不愁销路了。不行，不能给他留翻身的机会。你去，把这些日子门店赚的钱全给我投下去，务必把全聊城和左邻村社酿造玫瑰醉的原料都给我买回来，就算是出高价，也不可以给他留一分一毫。全投进去吗？富贵险中求，不急死他，我们怎么活？这样，原料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你带着玫瑰醉，亲自去找一趟孟员外，告诉他，沈丹青没有能力出货，而我甘露堂是聊城酒商的翘楚，酿造的玫瑰醉比蔷薇露更好，价格还比他们低2成。为表诚意，他对丹青酒庄的定金，我甘露堂一并赔了。是。这么好的赚钱机会，让我让给你，做梦！小姐，孟员外的订单被罗雪儿抢走了，他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和我们一拼到底。我们就算想和他斗，也没有原料，这下真的糟了。水仙，我想一个人静静，你先回去。小姐，先回去。是。哎，客官，甘露堂的新品玫瑰醉，你们尝尝。
嚯，出门着急，居然忘了带伞。嘿嘿，我一直为将军想着呢。进入雨季以来，我时时刻刻都带着伞，就是为了这一天。挺好，伞给我吧。哎，将军不用这么感激，我来撑就好了。你小子这么辛苦，我来拿吧。来，给我。谢谢将军。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我先到丹青酒庄，你先回府吧。啊！没有种了，全都是精啊！雨衣雨伞都拿来补防水布了，这可如何是好？徐将军，你怎么来了？上次来的时候发现水仙把伞上的油布拆下来就洗，我便算到你今日肯定没伞。我这么乐于助人，送你回家。少主，请用茶。外面下雨了，小姐可曾回来？小姐说她想自己待会儿，可能晚些回来，叫我先回了。沈小姐，你送我的酒我收到了，专门用我的名字命名，精心酿造，乘风非常感谢。此乘风非彼乘风，就像你送我的棋子酥一样，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这乘风酒酒感热烈，希望喝酒的人无论经历什么风雨，都有一腔热血，乘风破浪。说的真好。此乘风非彼乘风，我还真是有些好奇了，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觉得你凶巴巴的，是不好接近的大将军。不过这都是初见时，接触之后发现你有胆有谋，温暖又直率。这酒入口味道极烈，但稍起又有些回甘，跟你刚刚形容的我有几分相似。若是这样的话，那酒应该更烈些，让你喝的第一口就被呛到。难道沈小姐还记着我把你扔下水的仇啊？这件事儿，我可记你一辈子哦。沈小姐若记我一辈子，那我便道一辈子歉。哎，小心！谢将军。不客气。看来我要开始加倍努力了，这样才能免去你心中对我的坏印象。那我就好好期待将军接下来的表现了。到家了，你带伞进去吧。我可不想让将军得风寒，让你送我回来，就是希望你把伞拿走。从这穿过院子才能到你的房间。要是让你淋了雨，今天我岂不是白表现了？将军和初见时真是大不一样，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我已经到家了，这伞你拿回去吧。本将军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点风雨算不上什么。拿好，快回吧。
哥回来了。快趁热喝。谢谢哥。我听说罗雪儿将酿酒的原料全都买断了，随他去吧。而我在这下雨天能喝上一碗哥给我煮的姜汤，我就很满足了。那看来我应该是多余担心了。你最近跟徐将军走得很近吗？他帮了我不少忙。我听说了他买酒替我们解围的事情。自从上次把话聊开了之后，他确实对我们热情了不少。了解之后发现，徐将军这个人看似不羁，其实心思细腻，还很会照顾别人。程凤确实是难得的君子，是个值得信赖的至交好友。至交好友，确实如此。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趁热喝。来杯热茶吧。将军，沈小姐是不是在你的酒里下了什么迷魂药啊？怎么一遇到沈小姐的事儿，你就变得不一样了？哪来这么多话？让你办的正事儿都办好了吗？我一直在观察，绿竹和怡亲王并没有什么异动。绿竹传递过去汇报的纸条也都查看过，竟是一些日常琐事。日常琐事无伤大雅，让他汇报给怡亲王便是。我们总得让这明庄汇报回去一些消息，要不然这怡亲王再使出别的手段，咱们防不胜防。将军说的有道理，你也不好将他一直这么往外推。没错，既是如此，你便跟着绿竹姑娘好好讨好关系。啊？怎么是我？放心，我都已经吩咐好绿竹了，让她好好照看你。将军，将军，你别走！天昊小将军，我进来喽。天昊小将军，天昊小将军。天昊小将军，天昊小将军，天昊小将军，将军都跟我说了，你没有在睡，还装睡。天昊小将军，起来吧！你要干嘛呀？天昊小将军，你不装睡啦？你的额头有些烫，这是我特意熬的姜汤，可以去风寒。你尝一口，尝一口吧。这姜汤怎么这么辣？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觉得辣。这是我用金银花、薄荷、甘草一起熬制的润喉糖。你受了风寒，喉咙会有些不舒服，吃这个。该不会有毒吧？你放心，我是不会毒你的。来，啊，怎么样？没有骗你吧？快把姜汤给喝了。啊，喝。我这里还有几颗，送给你了。多谢绿竹姑娘，真乖，记得好好休息。
受的感觉还挺好的。绿竹姑娘，这些衣服劳烦你午时洗出来，还有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记得每日辰时浇一遍水。你们的差事凭什么我来做？你自诩将军的贴身侍女，这种献殷勤的事儿，你不是应该抢着去做吗？我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啊！你可别提了，他每次都被将军和天昊耍得团团转，800个心眼子啊，全是空心儿的。其实啊，就是个笑话。你们别欺人太甚！你敢砸我，真是不知好歹！住手！谁给你们的胆子仗势欺人？绿竹姑娘心思单纯，容不得你们胡乱编排。我们知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谁再敢欺负她，都给我滚出将军府！是。二小姐，账目已经清点完毕了，这一批酿的玫瑰醉全部售卖一空了。按您的吩咐，我把现在账面上所有能用的钱全部买了原料，马上投入生产。这一批酿的酒，不到几日就可以酿好了。好，给我盯着沈丹青，不给他留任何的喘息机会。我要让他无酒可酿，无货可卖。不出10日，他便维持不下去了，只能退出酿酒行，关门大吉了。嘿，二小姐英明啊！沈丹青那个贱人，还敢跟您斗，哼，不自量力！哦，许是买酒的客商到，哎呀，怎么到的这么早啊？看门吧，别让客人等急了。好嘞。别急，别急，退货！你们居然卖假酒！这酒刚放几日就全部变质了，退货！退货！快退货！开门！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甘露堂门口怎么那么多人？罗雪儿这回终于贼了，这可是我们大小姐的杰作。这罗雪儿想要碰瓷，掩盖真实的目的，再用连环计过来偷我的方子。我若不好好配合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他那样的大费周章呢？所以我就派人支走了后院所有人，就是希望那人可以为所欲为。这酒不能喝了，退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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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不能喝了，让他们退货！退！必须让他们退！让他们退货！必须让他们退货！丹青有人谋财害命，退！此人故意带头喊叫闹事，一定有问题。退货！退货！退！怎么这么眼熟？退货！给我退货！你去跟上那大胡子，别打草惊蛇，看看他要干什么。是。那人偷偷溜进库房，偷走了我们蔷薇露的配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罗府的管家来福。啊，那小姐为何还让他拿走配方啊？我知道了，来福偷走的一定是假配方。配方是真的，罗雪儿这老狐狸，若给他假配方的话，怎么能让他照葫芦画瓢呢？但这酒的配方是酿酒师立身的根本。为了以防万一，我都将最重要的几步少写下来，而蔷薇露最重要的就是存储时间。在罗雪儿眼里，我是酿酒的门外汉，她定然想不到我会以退为进，再步一去。怪不得，每次酿酒，小姐都会让酿酒的师傅出去1个时辰，独自一人在酒坊里忙碌。想来便是在操作那关键的一步吧。正是，虽然这方子能酿出跟蔷薇露口感一样的酒，可是却难以储存，再加上如今这梅雨季节，更是会大大缩短酒的寿命。我明白了，不过小姐，这罗家的酿酒师傅也不是吃素的，早晚会发现酒的问题。罗雪儿即使有亏损，也不会太多。您是如何算到他会加大产量的呢？因为诱饵而吞钩，这方子让罗雪儿赚翻了。金钱迷人眼，这人一旦贪心不足，心术不正，定会自食恶果。再加上跟罗雪儿太想看我落败，所以我就和哥哥演戏，佯装要翻身，他定会全然不顾。等他发现酒有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小姐真是太厉害了，故意设计让他大量囤积原料酿酒，然后又用梅雨季节加速玫瑰醉的变质，这样一来，他就只有血本无归这一条路了。
不过小姐，我都愁死了，你竟然一点消息也不透。这件事不能有任何纰漏，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故意演出被罗雪儿激怒的样子，也是想让她觉得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罗家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在大小姐的筹谋之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实在是高明，在下着实佩服。小姐神机妙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难得今天这么热闹，这出闹剧的主角可是个最会演的，好戏怎么能错过呢？定住！沈丹青应该是给蜜方动了手脚，他之后也是故意算计我的。二小姐呀，我们可用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原料投入生产退不了了。这慌什么慌？定住！先稳住再说。各位，稍安勿躁，往后退啊！来听我们当家的说两句啊！大家听我一言，有话好好说。大家听我一言，请大家放心，我甘露堂是聊城的老字号，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这钱我一定会退还给大家的。你就说什么时候给退钱吧。对，快说什么时候退钱？退钱！大家稍安勿躁，大家可以到来福这里登记一下退货的数额，给我们3天时间。3天后，我一定会备好银子，在甘露堂的大堂恭候大家。到时候你要跑了怎么办呢？对啊，跑了怎么办啊？我罗家的产业，翟院和家人都在聊城，我们可以跑到哪儿去呢？大家相信我，罗家这点财力还是有的，只是门店的费用都投入到了生产，一时周转不过来，所以还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还是那个承诺，3天后我就在这儿等着大家，到时候一定会1分不差的把钱退给大家。那大家先来登记吧。来，到我这儿来，先登记啊！少不了你们了。大家放心啊，来，这边来啊，到这边来。退钱？他哪来的钱退给客人啊？他刚从粮铺买了大量的粮食用来酿酒。若我没算错的话，他应该没钱。我看他是打肿脸充胖子，故意拖延时间准备跑路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水仙，帮我做件事。百事通派人约我来此处见面，说是找到了重要的任务。没想到这次这么快就有了进展。他是被剧毒暗器袭击致死，身体还是温的，说明凶手没离开多久。这是百事通的独门暗器，我将它用过，表面上摸起来有点干涩，应该是他死之前一直紧握在手里留下来的汗水。看来这个凶手武功高强，下手也极快，没等百事通出手，他就已经中毒身亡了。杀害百事通的人，多半就是黄标案的作案凶手无疑了。何出此言？这个银针跟丹青遇袭的时候所中的银针一模一样，而且我研究过，这种淬了毒的银针是特制的，需要配合特制的发射器才能使用。而且，那个伤口处的细微变化，跟丹青当年遇袭的时候伤口情况一模一样。如此看来，百事通是发现了能够证明凶手身份的证据，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可问题是，为何凶手消息来得如此灵通，而且来得这么快？唯一的可能就是凶手就潜伏在聊城，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